小看中国人的团结了吧？最近有位日本记者打算在日本街头随机采访中国游客，想问问他们，眼下中日关系这么紧张，为什么还会选择来日本旅游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位记者明显没安好心，可采访的结局却大快人心。他在街上守了整整8个小时，别说完成采访了，连找到一位中国游客都难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众所周知，这2个月由于高市早苗的一些逆天言论，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一下子就少了很多。这对那些专做中国游客生意的日本店家来说，冲击非常直接。特别是在东京浅草寺这种游客扎堆的地方，不少老板都感受颇深。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老板表示，以前他店里差不多一半都是讲中文的客人，忙得他脚不沾地。可现在店里冷清了不少，营业额直接被砍掉了一半。老板说，这损失实在太大了，店里那些贵价的海胆都不敢随便进货了。还有一位做和服租赁的老板表示，自己有一半的客户都来自中国，而现在中国游客大幅度减少，以至于自己1个月的损失就可以高达300万日元。那么赴日的中国游客真的消失得很严重吗？为了搞清楚这一情况，12月7日，日本关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直接去到了大阪最热闹的商业街新斋桥，也准备做一期街头采访。刚一到那儿，看到街上人挤人，乌泱泱的全是亚洲面孔的游客，心里一下踏实了。他觉得新闻里说的有点夸张了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一个中国游客都没有？于是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看到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大姐，就满脸笑容地凑了上去。他先是用日语打招呼，结果那位大姐一开口说的居然是流利的英语，记者只好赶紧切换成英文，一问之下才知道人家是从新加坡来的。随后又问了2个女孩，也是来自新加坡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他又拦住一位戴着墨镜的大叔，大叔是韩国人，又问了一个年轻女孩，是从越南来的。这下记者心里开始有点打鼓了，但他不信邪，继续在人群里穿梭，又问了一对情侣，是印尼的，一个漂亮女孩是越南的，还有一对是从澳大利亚来的。这个记者是越问越没信心，直到走到一家药妆店门口，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，这才眼睛一亮，他觉得这回总该有了。结果队伍里排着马来西亚的、新加坡的、韩国的，硬是把整条队都问完了，还是没找到一个中国游客。这时他站在那里，表情已经有点挂不住了，只能对着镜头尬笑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，太难了，一个中国游客都没找到。找中国游客是彻底没希望了，记者只好改变策略，他决定去采访旁边的店家。于是他走进一家纪念品店，老板正无聊地擦着货架，一听说是来采访的，立刻大倒苦水。他指着空荡荡的店里说，以前他这店里一半的客人都是中国游客，那时候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现在一天下来也见不到几个讲中文的。老板拿出账本给记者看，看着门外的人流，叹着气说，再这样下去，真不知道明天这店要怎么开下去了。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，光是2025年的前9个月，就有大约750万中国游客去了日本，占了所有外国游客的1/4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游客花钱更大方，人均消费比其他国家的游客高出了22%。所以，就算有些日本店家不靠中国游客吃饭，那整个日本的零售业和观光业也都没法不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。有英国记者前往日本采访，询问日本民众的观点，发现他们很多人对自家首相的观点是不支持的。有日本百姓说自己个人还是很喜欢中国的，还有日本民众说自己不想经历战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希望和中国做朋友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赴日中国游客的问题，这位记者选择采访的对象是街头的亚洲面孔游客，但还有记者选择直接采访在日本开店的中国商家，不过结果却是非常耐人寻味。最开始简单的采访还是很顺利的，但当日本记者想要进一步采访时，却发现中国商家们居然开始集体晋升了。尤其是在街头提到渡航自诉这个词时，
很多中国面孔的店员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变得谨慎，刚刚还流利对话，立刻变成我不清楚，我不是负责人等等措辞。其实他们不是不懂，而是不想谈论相关话题，被日本媒体拿去做文章。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并不是偶然，经历过前几年日本媒体对中国游客、中资店铺的一轮又一轮标签化报道后，很多华人商户已经形成了极强的自我防御反射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只要被贴上标签，很容易被剪辑、被放大、被带节奏，最后变成日本街头被中国资本占领、中国游客扰乱秩序之类的固定叙事。所以这一次，店家们比谁都清楚，一旦被日本媒体贴上标签，后续很可能不只是生意下滑，还会叠加舆论风险、政策风险，甚至邻里压力。所以，与其被代表，不如选择不表态。如今日本街头的灯还亮着，人却已经换了一批，生意还在做，话却越来越少。街道没有一夜变空，但估计很多人的心里都已经提前入冬了。就在日本记者在街头不安好心地找中国游客的同时，12月7日凌晨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临时召开了记者会。他声称，中国航母辽宁舰上的歼15战斗机对日本 F-15战斗机实施了雷达照射，日本方面还把这个动作定义成危险行为，并且当场抗议。而中国外交部当天立刻回应，中方直接说不接受日方所谓的交涉，还表示日方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完全是在颠倒黑白，日本在误导国际社会，制造紧张气氛，目的非常可疑。其实关于这个雷达照射的事情，小编已经单独做过一期视频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为什么小编这期视频又重提了这件事呢？是因为小编发现，这已经是中国外交部在1个月内第3次对日本用不接受这个词。第一次不接受发生在11月8日，日本抗议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，声称中方侵犯主权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回应的非常直接，他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中国海警船在本国海域巡航执法天经地义，中方不接受日本提出的无理交涉，并已经当场反驳。第二次不接受发生在11月26日，当时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，被问到之前的涉华错误言论到底要不要道歉，高市对外坚持立场未变，试图用不再提及的方式来模糊过去的表达。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回应说，日本想用这种方式淡化掩盖严重错误，这是自欺欺人，中方绝不接受。到了这次歼15雷达照射事件，中方第3次不接受，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信号。中方正在向日本传达一个新的底线框架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？一个核心原因是日本现在的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卫国家变成区域扩张。日本政府过去1年不断突破自卫队限制，提出反击能力，加速军事化，与美国进行深度绑定，甚至主动介入台湾问题。日本现在不是被动卷入，而是主动加码。中国对日本的判断也在随之调整。过去，中国更多把日本当成美国的战略跟随者，现在中国越来越认为日本正在尝试成为区域安全结构的问题制造者。这次所谓雷达照射事件很可能就是日本又一次试图炒作中国威胁。问题是，日本这次的动作明显太急太重。中国看到的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日本试图把中日紧张扩大化。尤其是日本的媒体系统和政治人物已经形成了逢中必炒的习惯。中国过去可能还会用外交辞令来缓和，但现在中国的态度是，你想吵我就摆明不配合，你想挑衅我就不接受。日本现在很怕的一点就是中方不再玩外交文字游戏，而是用非常直接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立场。日本过去习惯用抗议、交涉、谈判的3段式操作，现在发现中国不再进这个回合了。中国不但不接受，还会反制，还会直接指出日本在制造问题。这对日本来说就是一种挫败感。从这3次不接受来看，中国的策略已经从有所回应变成直接否定。日本想借中国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中国不会配合。日本想把中日矛盾国际化，中国也不会配合。中方现在选择的方式是直接把问题摆明，把责任放在日本那边，完全不给日本通过炒作获利的空间。
所以这3次不接受不是简单的外交用词，而是中国对日本提出的一个新态度。你想玩政治，我就不陪你演了；你想制造对抗，我会直接反击；你想踩底线，我会让你知道底线在哪儿。这就是目前最清晰的外交信号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